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购物。现在人们生活节奏都非常快，基本上呢，衣服有破损的、有污渍的，都直接扔掉买新的。但在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的针线活可是每一个女孩子都要学的。而现在也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家里面的衣服啊、被子之类的有一点破损，都是自己用针线去缝补。但是年轻人呢，每天盯着手机电脑，眼睛特别容易疲劳，而中老年人呢，由于视力方面有的时候会眼花，所以呢，在穿针引线的时候也会觉得比较困难。那今天我就来教您几个小妙招，可以快速的穿针引线，而且丝毫不费力。而这几个小方法也都不需要任何的专业工具，用咱们家里面随处可见的东西就可以制作出来。首先我们先准备一节鲜艳一点的线，这样的话方便您观看。把线放在手掌上之后呢，把针放在线上面，用针鼻按压着线之后呢，用力摩擦。摩擦几下之后，您就会发现针孔这里呢有线头卷曲的从这里穿过来，因为这线是由很多根更小的丝组成的，而这些细细的丝呢也都是拧在一起的。当我们去用力用针鼻去摩擦线的时候，线也就会慢慢卷曲，而这时候它就会慢慢的从针鼻这里面一点点的穿过来。现在我们就只需要把线头拽过来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既简单又轻松，而且最好呢是手心微微的有点湿润，这样更好操作。第二个方法用到的是家里面扫地的扫把，需要从扫地的扫把下面剪下几根这种尼龙纤维。扫把下面的尼龙纤维又细又软，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韧性，同时这种纤维又足够细，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辅助穿针引线啦。首先先取出一个尼龙纤维，接着我们再准备出一个瓶盖，在瓶盖上面呢划出2个刀口。划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刚刚准备好的这个尼龙纤维直接给它卡在刀口上了。因为这种尼龙纤维又细又软，我们拿着它的时候甚至比针还要细，所以如果直接用手拿的话比较不方便，我们可以用它来卡在这个刀口中，这样用来穿针引线的时候就比较方便，更加顺手啦。首先先将尼龙纤维给它对折一下，用手给它捏出一个尖尖的角，对折好之后就可以直接给它卡在瓶盖的刀口处啦。看一下卡成这样之后，直接用这个尼龙丝穿过针孔，穿好针孔之后呢，再把线从尼龙丝这里面穿过去，轻轻的往后一带，针就可以直接套在线上面了。用这个方法来穿针引线，简单方便又特别的好操作，就算眼神不太好的中老年朋友也无需担心，非常的好弄。穿针引线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浪费很长的时间了。而且做好的这个小工具，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放到针线盒里面，以后穿针引线都可以使用。朋友们是不是也没有想到，只从扫把上面剪下2根尼龙纤维就可以完成穿针引线的工作呢？接下来咱们看看第3个小妙招。第3个方法，我们需要准备1枚1元硬币，另外再准备1根尼龙丝。同样的，它还是刚刚那个扫把上面剪下的尼龙丝。首先将尼龙丝从中间给它对折一下，对折好之后还是一样，用手稍稍给它按紧，下面的2个尾端呢要让它交叉过来，整体形成一个像小鱼一样的造型。接着把交叉好的这2个尼龙丝给它放到硬币上面，接着我们用胶带加以固定，用胶带把尼龙丝和硬币给它粘在一起，记得这尼龙丝一定要在下面尾部交叉一下才行。用胶带粘好之后，我们这个小工具就算制作完成啦。之后再用剪刀把边缘的胶带全部给它剪掉。而用这个硬币穿针引线的方法和刚刚的瓶盖差不多，还是一样的，把尼龙丝穿过针孔之后呢，再把线头穿过尼龙丝，轻轻往后一带，这线呢就被带到针孔中了。简单方便又特别的好操作。看一下，只需要2-3秒钟就可以将线穿到针孔中，而且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的实用哦。做好了这个小工具，同样的你也可以再次利用，将其放入针线包中就行。接着我们看看第4种方法。首先我们准备一根圆珠笔或者签字笔、水笔之类的，先把上面打开，笔盖拔掉之后，把金属的笔头拧开。拧掉笔头之后，就可以将中间的笔芯抽出来了。这里面的笔芯我们是不用的，直接给它拿掉。
去掉中间的笔芯之后，这笔杆呢，我们就可以制作一个小工具。首先准备一根尼龙丝，将尼龙丝放在手中给它对折，之后呢，尾部直接穿进笔尖中。从笔尖里面穿进去之后，一定要在外面留下大概半厘米左右的距离。接着咱们把笔杆拧上去，这样笔尖和笔杆中间的螺丝扣就可以将这个尼龙丝给它固定的非常结实。将其固定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它来穿针引线了。同样的，将尼龙丝直接穿进针孔，再把线从这个尼龙丝中间穿过去，往后一带，就可以将线直接穿到针孔中。这种笔杆呢又细又长，而且呢相对来说比较大，比前两者都要好拿握。所以像中老年朋友可能更喜欢这种大一点的工具。而且即使这种笔放到针线筐里，孩子们也一定想不到它是用来穿针引线的吧。看一下，现在这个线就已经稳稳的穿进针孔中了。这个方法是不是也非常好用呢？接着咱们看看第5种方法，需要准备一小张纸巾，您用平时家里的便利贴、A4 纸都可以。接着先给它稍稍对折一下，在中间呢用手使劲的按压一下，把它的中间的线按压结实。按压好之后，我们把要穿进针孔中的线给它放在这张纸的中间折合处，把线贴紧这个折合处之后呢，紧紧的卡在里面。卡好之后，就可以将这个纸直接给它折叠好了。记得线一定要卡得紧一些，这样的话一会儿我们穿针引线的时候才能够更加方便。把纸折叠好之后，用小剪刀给它剪出一个锐角。剪好之后，这个角的小度一定要小一些，这样在穿针的时候才能够更加方便。用刚刚剪好的这个小尖角直接给它穿到针里面，从针孔中穿过一个小尖角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尖角轻轻的用手给它撕掉。而撕掉这个尖角的时候，就会带出一节线头，轻轻的把这节线头给它转出来即可。看一下，现在这个线就已经从针孔中穿过来了，是不是非常简单呢？而剩下的纸巾还可以继续穿针，只要每一次给它剪出一个小小的尖角就行。以上呢就是几种非常好用的穿针引线的方法啦。在我们穿好针之后，需要去缝补东西的时候，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当线一个长一个短的时候，短一点的线特别容易褪出来。这时候我们可以将长短2个线全部缠绕在手指上，之后用针尖穿过短的线，再穿过长的线，之后呢，把针从这个线上面直接穿过来。接着我们就可以在线上面打出一个非常纤细的结，而这个非常纤细的结并不影响针线的正常使用。看一下，几乎看不出来，而这样就可以达到把2根线固定在一起的作用。固定好之后，我们再来缝补衣服的时候，短的线呢就不会直接跳脱出来了。好了，以上几个呢就是我们穿针引线的小方法。这些方法您更喜欢哪一个呢？希望我的视频可以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帮助。今天的视频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了，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收藏、加个关注。